对林婉儿来说，她一直有些疑惑，为什么自从叶晨那晚忽然被戒指带到紫金山张顶层别院的那一刻起，叶晨对自己便出乎意料的好。他不但将他所有的丹药都给了自己一份，还许给了老张等人更长的寿命，甚至还放下手中一切事务，陪着自己一路来到滇南。而自己不过是想来二郎山祭拜一下父母，可没想到叶晨竟直接把拥有二郎山的志诚集团买了下来，甚至还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造，以方便自己将来祭拜父母。林婉儿自己也拥有数不尽的财富，可叶晨的所作所为，在林婉儿看来，已经完全不是能用钱去衡量的。她一定是很在意自己，才会如此用心，如此细心。林婉儿的猜测也并无错误，叶晨确实很在意林婉儿，救命之恩自然是其中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叶晨与他接触的越多，心里就不自觉地愈发同情他这30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，而这种同情很容易便会演变成为心疼。对活了300多年的林婉儿来说，祭拜父母最重要的是能来到父母的长眠之地，亲手抚摸这里的土壤，与父母说上几句话，这300年来的苦衷与思念便都有了安放之处。林婉儿跪在地上，默默向父母倾诉了约莫半个小时，而后她站起身来，看着脚下的黑土地，会心一笑，转身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走吧。”叶晨道：“天都黑了，如果你想多陪陪你父母，咱们要不要在这里休息一晚？我可以去车里把帐篷拿上来。”“公子不必麻烦了。”林婉儿轻声道，“奴家虽然也想多陪陪父母，但不能让公子陪着一起在这风餐露宿，更何况奴家无名无分，怎敢让公子陪着为父母守灵？还是改天奴家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再说吧。”叶晨也没细想，只是开口道：“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本身也不需要休息，在哪都是一样，而且天色也晚了，我们总要找个地方过夜，要么就去普洱市里找家酒店，要么就得找个地方把帐篷支起来露个营。”林婉儿忽然想起什么，一脸期待地看着叶晨，问道：“公子，这里距离版纳已经不远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版纳，今晚便在版纳的天池边上，在普查之母当年渡劫的地方露营休息吧。”叶晨见他满是期待，当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就去版纳吧，也就2个多小时车程。”说罢，叶晨又对他说道：“那这里这2天就先让志诚集团的员工继续看管，等苏小姐完成收购之后，我再让她逐步把这里的员工都换成信得过的自己人，到时候再从万隆店抽调一批将士过来负责安全问题。”林婉儿感激地点头说道：“一切有劳公子了。”随即2人一同从二郎山下来，王金泉早已在山下等候多时，眼见2人回来，连忙殷勤地上前问道：“2位，不知对我们那株茶树是否满意？”林婉儿点点头，树种虽谈不上极好，但胜在年岁长了，品质也算得上非常不错。你们这2天的安保工作一定不要懈怠，在完成收购之前，这棵茶树一定不能有任何损伤。这个您放心。”王金泉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是2个保安小队，24小时2班倒的看护，绝对不会让茶树有任何差池。”一旁的叶晨开口道：“行，王厂长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们俩还有其他要事在身，就先走一步了。”王金泉惊讶地问道：“2位，现在天都黑了，就别着急赶路了。我让人在食堂备了好酒好菜，要不你2位先吃点东西，晚上我来安排2位住宿的问题。”“不了。”叶晨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谢谢王厂长一番好意，
不过我们2个确实还要赶路，就不在这里耽搁时间了。王金泉见2人去意已决，只好点头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留2位贵宾了。叶晨与他握了握手，带着林婉儿上了车，在夜色中将车驶离了志成集团的工厂，向着版纳的方向进发。寻找林婉儿当年生活过的天池并不困难，版纳真正意义上的天池只有一个，名叫玉龙天池，在地图上就可以很轻松地搜出来，现在已经成了版纳的一个旅游景点。不过由于版纳的旅游热门地点是各大森林公园以及自然保护区，所以玉龙天池这个景点相对比较冷门。由于知名度不高，玉龙天池的开发也相对较为缓慢，再加上天池边上至今还有几个古老的村落一直没有搬迁安置，所以这里的旅游开发也就更为滞后。叶晨与林婉儿经过2个小时的行驶，来到了玉龙天池的山下。这里有一条盘山公路，能直接开车上山，到天池北岸的几个村落。这条路也是那几个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。版纳地处高原，平均海拔在1500米上下，2人开车上山，海拔很快便到了2000米左右。本身版纳的环境就很接近原始，再加上海拔高，所以2人头顶的夜空几乎繁星满布，美轮美奂。林婉儿心情格外的好，她打开车窗，趴在窗边探出头去看天上的星空，像是放暑假回到乡下外婆家的小姑娘，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，表情也格外沉醉。叶晨也不禁被这番景色所折服，长时间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，每天抬起头能看到的星星不过几十颗，有时甚至只有几颗，但是在这里，天空上的繁星数不胜数，银河的轮廓格外清晰，令人神往。待车转过一连串的急弯之后，被几座大山环抱的天池赫然出现在了眼前。波光粼粼的天池如同一面镜子，倒映着漫天的繁星，一下子让这个静谧的夜空仿佛活了起来。眼下虽然已经入夜，但叶晨还是明显能感觉到眼前的景象与林婉儿当初那幅画中的景象，无论模样还是韵味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林婉儿开心极了，她看着天池的轮廓，忍不住对叶晨感叹道：天池好像一点都没变，连轮廓都没怎么变，还和以前一样。叶晨问他：你还能找到普查之母的位置吗？能。林婉儿点点头，指着远处的天池边，对叶晨说道：普查之母就在天池北岸，距离天池的边缘差不多有100丈的距离。说着，他指向天池北岸的高处，对叶晨说道：那边隐约有房子轮廓的便是当年的村子，现在看好像还在，只是几乎没什么亮灯的宅子，估计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叶晨点点头道：那我们就把车停在村口，然后走下去吧。好。林婉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，四处漂泊的这300多年中，她最喜欢也最怀念的便是这里。叶晨按照林婉儿的指引，将车停在了距离村口数百米的路边，随后他带上露营的装备，与林婉儿一起从路边走下山坡，来到下面的天池边上。林婉儿借着月光与星光，在天池边上走了差不多2里地，终于找到了当年普查之母的具体位置。此时他指着岸边略高处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说道：那个位置应该就是普查之母当初生长的地方。叶晨放眼看去，月光之下，周围都是青草与树木，唯独这片直径100余米的土地光秃秃的，好似斑秃一般，不由问道：奇怪，怎么那里不藏东西？林婉儿也疑惑地摇摇头：奴家也不清楚，要不公子陪奴家过去看看。好。
叶晨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与林婉儿一起来到了那片空无一物的土地上。在这里站定，叶晨更是觉得稀奇，他不禁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林小姐，这里的气候按理说属于热带，一年四季应该都很舒适，而且这山离海拔高一些，气温相对也会低一些，所以这里应当是四季如春的气候。再加上海拔高，日晒充足，所以这样的气候对植物生长来说可谓是得天独厚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华夏的鲜花有一半产自滇南，由此可见，在滇南这种地方，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可能长不出花花草草。怎么眼前这片孕育过普茶之母的土地，却什么都不长呢？”林婉儿摇了摇头，诧异地说道：“不瞒公子，奴家也觉得很奇怪。以前这里生机极其旺盛，天池边的土地一年四季看不到半点土的颜色，所有能长出植物的地方全都被各种植物所长满。普茶之母方圆100丈内，植物更是出乎寻常的旺盛。奴家也没想到，这里现如今竟然寸草不生。”叶晨感叹道：“也可能他当年把这里土壤中的养分都消耗光了吧？”林婉儿摇摇头，就算当时都消耗光了，可这已经过去300多年，再贫瘠的土壤也养回来了，不可能是寸草不生。正说着，天色忽然间暗淡下来，两人原本还借着月光与星光打量脚下这片寸草不生的黄土地，可一眨眼的功夫，就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快速变暗。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往天上看，只见不知从哪来的乌云已经将大半个天池笼罩其中。叶晨肉眼可见那乌云集结的速度超乎寻常，完全不是自然界乌云所能比拟的，更像是自己催动惊雷令引天雷之前的景象。叶晨心中一惊，忍不住道：“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做法？”听到叶晨的话，林婉儿立刻皱紧眉头，死死地盯着天空中越来越厚、越来越大的乌云，10根手指不断地快速掐算着，喃喃道：“好像不是有人做法，更像是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”